上一期说到，大看板奎因亲自驾到囚犯采石场，为了惩罚在采石场内不断惹事的路飞，奎因下令举行大相扑地狱，以车轮战的方式消耗路飞和冰五郎。路飞和花之都曾经的黑道大哥冰五郎联手，毫不畏惧对抗奎因以及他的一干手下。而路飞在对抗战的过程中，慢慢摸索提升自己能力的方法。另一边，山治利用隐形黑战斗服偷看娜美等人洗澡，无巧不成书，撞见了前来抓捕反叛者的霍金斯以及德雷克。两人不知道从哪里得来情报，到处搜捕脚踝上纹有新月标志的武士。囚犯采石场，路飞这几天带着海漏石的修行初见成效。海漏石拿下来之后，路飞明显感觉到身体轻盈许多，力量源源不断的涌出来。收拾这些小喽啰简直不要太轻松。路飞凭借自己的战斗直觉感知到，目前这样水平的自己还远远不够，想和凯多交手那简直是痴人说梦，总感觉差了一些什么。但是到底差在哪里呢？路飞一时半会儿还想不通。但是一想到自己和凯多干架的时候，凯多一招雷云八卦就把自己秒杀了，路飞就感觉一阵阵寒意，一定有什么招式能让自己有实力对抗凯多。这时路飞脑海中有一个画面一闪而过，那是在与雷利的修行中，雷利一招武装色霸气隔空打雾，将怪兽放倒的画面。路飞茅塞顿开，这个招式如果掌握了，也许可以和凯多一拼。冰五郎很不解，明明路飞已经打败那么多敌人了，为什么还是一脸不高兴的样子，嘴里还嘀嘀咕咕的说什么不对，到底什么不对呀？路飞告诉冰五郎，自己的师傅雷利曾经使出过一招隔空武装色，不用碰到对手就能将其打倒，就像是看不见的盔甲一样。自己学会了那一招的话，一定能打败凯多。雷利，冰五郎听这个名字耳熟，但凡有点见识的人，谁会不知道海贼王罗杰的副船长冥王雷利呢？冰五郎追问路飞到底是什么人，路飞没有回答，将精力重新投入战斗之中。因为路飞打败了所有的逾越者，奎因便派出了给付者。打头阵的是几日前和路飞有过短暂交锋的邓灵人以及第六皇轻易蝠王。两人上来强行装了一波逼，路飞嘿嘿嘿笑了，上次让你们两个小垃圾跑了，这回可没那么容易跑。裁判一声令下，决斗开始。邓灵人和轻易蝠王分别从地面和空中对路飞进行攻击，这样上下同时出击可以扰乱路飞的判断力，形成两边夹击之势。然而这两个小菜鸡忽略了一点，见闻色霸气。经过蛋糕岛事件，路飞的见闻色霸气有了质的提升，他可以非常轻易地躲开两个人的攻击，飞起一拳头将一路嚣张的轻易蝠王一拳头打倒。路飞接二连三地淘汰一批又一批小喽啰，看得蝎子精都要疯了。他恳求奎因让他上场，瞬间就可以给他处刑。奎因一边喝着红豆汤，一边告诉蝎子精，急什么，我们现在就是在消耗草猫的体力和精力，一下子就把他处刑有什么乐趣可言呢？这里埋了一个小伏笔，就是奎因对监狱当中的小豆汤情有独钟，喝了一碗又一碗。而随着小鱼和乔巴一起赶来兔井的大妈也是奔着小豆汤而来，大妈和奎因就好比狮子和猎狗，两兽碰面必有一战。路飞干掉了邓灵人和轻易蝠王之后，要求奎因派出更厉害的人出战。奎因这个蠢蛋沉迷小豆汤无法自拔，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这帮手下和路飞的实力差距。和之国除了凯多和三灾，根本没有人能和路飞一战。这些人充其量就是给路飞刷刷经验而已。随着一阵阵沉重的步伐，一个绿色的狗熊精走上擂台。本以为是个狠角色，起码能肉一点，扛揍一点，但这个家伙连真打都不是，估计又是个完蛋货。果然，在路飞拳头下，没过几招就被路飞直接击击。这里是和之国东部的一个乡镇，名为灵后，其他的地方要么是炎炎夏日，要么就是凉爽的秋日，这里居然是大雪纷飞的冬天。索隆非常少见的没有迷路，追了一道，终于追上了偷走秋水的家伙。这是一个又高又壮的武士，手中拿着一把长长的制刀，后背背着很多武器，看起来像是个专门收集武器的武器专家。索隆向壮汉要回秋水，壮汉就大骂索隆是山贼，是偷走龙马秋水的小偷。索隆微微一笑，看起来你有很多武器，我们正好也需要武器，你的那些武器我都收下了。还有，让你失望了，我可不是山贼，而是海贼。二人拔刀开始了对决。索隆倒是不怕和人干架，但是他怕万一有什么误会，砍了好人可不得了。他低声告诉壮汉自己曾经见过龙马。壮汉一愣，随即说道，你以为我会相信这种话？你是不可能见过龙马的。龙马是一个无论看到什么人都能瞬间打败的大剑豪，你根本不懂秋水的价值。索隆默默地扛下壮汉的攻击，稍稍竖起耳朵等待壮汉接下来要说的话。原来在以前的时候，和之国曾经被称为黄金之国，储备着大量的黄金矿产，全世界盯上黄金的海贼，想要支配黄金的和之国贵族们，以及无数的海外敌人，将和之国搞得一团糟。这时候龙马突然出手相救，
给这些嚣张的掠夺者上了一课，让他们知晓和之国不仅是黄金之国，更是武士之国。关于龙马的传说有很多，其中一个就是斩杀了出现在都城天宫的巨龙，因此龙马又被称为是斩龙勇士。龙马死后，作为这个国家的刀神，龙马与明刀秋水一起被供奉在祠堂。索隆微微一笑，这些和我们都没有关系，我必须要拿回秋水。壮汉又和索隆说了另一个惊人事情，秋水是黑刀，具体是怎么个黑刀，没等壮汉解释就被人打断了。一个披着床单的女人一边尖叫一边奔来，索隆的注意力即刻被吸引过去。壮汉大喊一声有破绽，一刀砍下来，好在索隆没有放松警惕，举刀扛住，化解了危机。索隆扛下了壮汉的攻击，腾出时间去观看美女。虽然索大不认识这个女人，但我们认识啊，她就是不久之前才被狂死狼处死的花魁小紫。跟在她身边的则是一路疯笑的阿护。索隆瞥了一眼，立刻意识到事情并不简单，因为女人的胳膊上还在不断的流血，好像受了很重的伤。这时，另一个比阿护还能疯笑的男人手持凶器对着女人砍了过去。索隆眼疾手快，瞬移过去挡下了对方的攻击。没等索隆将这边的麻烦处理掉，壮汉又拿着砍刀砍了过来，索隆只好再挡。这个袭击小紫的男人脸上缠着绷带，手中举着一把镰刀，他就是花之都被一直通缉的世道杀人者镰藏。此人认识索隆。索隆是狼，为什么救那个女人？索隆冷冷反问：你为什么要杀人家？镰藏和索隆解释，自己的目标就只有女人怀里的那个疯笑的小鬼。究其原因，他好像受了什么人的指使。小紫恳求索隆帮助他和阿护，索隆二话没说站了出来。面对有女人和小孩要被杀了，我可看不过去。如果要给报仇的话，那就一顿酒一顿饭吧。镰藏化身小陀螺旋转过去和索隆站在一起。索隆打了几招就发现一个事情，眼前这个家伙很强。这下子索隆燃起来了，双刀在手，外套一丢，干！索隆和镰藏你来我往，难分难解。镰藏这个家伙全程都在哈哈大笑，看起来精神也不是很好。二人近身格斗完，又开启了远距离刀锋对砍。刀锋输出完，继续近身格斗。就在索隆和镰藏纠缠一起的时候，一直在后面伺机行动的壮汉突然发动攻击，一刀砍向索隆。好在索隆身法了得，弹开镰藏后腾出一把刀来，扛下了壮汉的攻击。镰藏趁机再次发难，一镰刀下来砍中了索隆的肩膀，镰刀头刺穿肌肉，从索隆的后背冒出尖儿来。镰藏转动手中的镰刀，将刀刃更深的刺住。索隆咬牙顶住，几秒钟后露出笑容，他砍出一刀逼退了镰藏，然后将身上的这把镰刀拔了出来，就用这个稍微凑合一下吧，没有三刀真不习惯。索隆将镰刀咬在嘴里，pose摆好，鬼气喷涌而出。接下来就是索隆吟诗时刻。三刀流煉獄。镰藏迅速后撤，一边后撤一边击出刀锋，试图扰乱索隆。但三刀流的索隆战斗力突然暴升，势不可挡。镰藏惨叫一声，终于笑不出来了。旁边看热闹的小紫惊得捂住嘴巴，这么多年了都没有见过这么强大的武士。刚刚突袭索隆的壮汉大概也是被索隆的力量所折服，没有继续为难他，转身离开了现场。而索隆因为饥饿、寒冷加上流血过多，已经失去了作战能力，身子一歪倒在了雪地里。小紫和阿护奔上前去，大声呼唤索隆。九里某个荒废的小村落，与索隆所在的灵后的天气截然不同，这里仿佛春天一般温暖。警卫门和犬蓝公爵、火枪队在这里秘密碰头，就作战计划暴露一事进行了严密的讨论。警卫门所画的作战秘密图纸，不知道为何被凯多的手下知晓了内容。同时，凯多的人也知道了脚踝纹有新月标志的人都是反叛军。现在隐藏在花之都的同志们正大批量遭到逮捕和迫害，脚上纹有新月的人就是反贼。不知道从谁那里传出的这个情报，现在已经传遍了花之都大街小巷。如今那些反对凯多和大蛇的武士们已经藏无可藏，完完全全暴露了。花之都青楼，一大群情绪激昂的人聚集在青楼前示威，对狂死狼砍死小紫一事表示极大的反抗和怨恨。楼下哭声一片，狂死狼却一脸悠哉悠哉的表情。我能有什么办法？我也很绝望啊！损失最严重的明明是我，好不好？大蛇将军发怒的根本原因应该是这个吧？狂死狼从怀中掏出一张纸，那是流传在花之都反叛者手中的那张暗号传单。比示威群众们还要悲伤的，当然就是大蛇将军了。他捧着狂死狼杀死小紫的画像，躲在房间里痛哭流涕。他根本没有心情去管那些反叛者的事情，脑海之中全是小紫。惠比寿村，罗与小人发生激烈的争吵，原因很简单，贝波等人被抓了，罗站出来表示一定要去把他们救出来，绝对不会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在凯多的手里受虐待。小人怀疑警方作战计划和传单上的暗号寓意是贝波他们透露出去的，肯定是那个熊公他们把作战计划说出去了。罗一听就不乐意了，我的伙伴是最不应该被怀疑的。
为了自证清白，罗铁了心要亲自出征救回贝波等人。山治在后面叫住罗，现在可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如果罗就这么去了，那就正中敌人的下怀，一定要相信伙伴啊！娜美看着满头都是包的山治，大骂一声：“你才是那个最不值得信任的伙伴吧？”不用分析，山治这一头大包一定是最强武装色娜美打出来的，为澡堂中自己的身体被偷窥报仇。罗懒得继续纠缠下去，转身就要离开。小忍哭着喊道：“被抓的人就放弃他们吧，否则我们策划了20多年的复仇计划就要泡汤了。”罗转过身 ：“Excuse me。”说白了，你们的作战计划泡汤和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只不过是海贼，帮你是情分，不帮你是本分。为什么要为了你们放弃我自己的伙伴？一直坐在一边的看侍郎站出来，大声呵斥小忍，还不住口！如果失去了这些人的力量，我们根本无法完成玉田大人的夙愿。气氛陷入了僵局。一直在外面偷听的老康推门而入，打破了尴尬的气氛。众人都不认识老康，但老康却认出了小忍、看侍郎。大家一愣，老康从怀中掏出了暗号传单，笑哈哈地说道：“看来这件事是真的了，在都城里都传遍了，决战之日马上就要来了吧？”我是谢幕君，咱们下期见。